免費的東西自有它不收錢的道理。作家周佐羅講過一個故事，去年冰墩墩最火的時候，路邊有很多辦信用卡就送冰墩墩的推銷員，很多人湊上去領，他從不搭理，直接忽略。周佐羅說，天底下沒有白拿的東西，要麼你浪費了自己的時間和注意力，要麼你出賣了個人信息。很多人認為免費的東西最好，可越長大就越能明白一個道理，看似免費的東西往往會在暗中標注高價。當你靠近免費的東西時，一定也有看不到的風險正在襲來。一，免費的商品正在掏空你的錢包。很多人喜歡玩手機上的免費遊戲，殊不知這些游戏大多是免費午餐的陷阱。表面上不收費，但遊戲設置往往誘導玩家氪金來獲取各種道具和特權，不知不覺就花了大筆錢。更有甚者，一些不良游戏公司利用玩家的心理，設置种种套路，讓你一步步掉入氪金的深淵。久而久之，不僅荷包空空，還可能影響生活和工作。作家刘文秀曾說，天降馅餅往往是商家的甜蜜陷阱，我們買到的不是實惠，而是一发糖衣炮彈。记得大學時，學校附近搭了一個流動性的棚子，做辦卡送手機的活動，50元辦一張手機卡，只要承諾再往2年就能免費領到一台手機。舍友二話不說就簽了承諾書，回來後特興奮地告訴我，看到沒，這手機白送的。講明來由後，我立馬意識到他被套路了，勸舍友趕緊退回去，他卻不以為然。果然幾天後，他發現手機卡每個月要交139元套餐費，2年就是3336元，還不能更換，否則就要交3000元違約金。而這個手機明顯是幾年前的淘汰機，在網上的售價不足1000元。有句老話叫，從南京到北京，買家沒有賣家精。免費的東西自有它不收錢的道理。商城免費的護膚體驗過程中，往往伴隨着套路推銷，直到你肯掏錢購買為止。買一赠一得來的廉價衣物，沒穿幾次就褪色變形，不得不扔掉換新。不花錢得到的東西，最終還是會棄之如敝屣。貪便宜省下的錢，你一定會以更高的代價償還出去。2，不花錢的人情在透支你的關係。互聯網上還有很多標榜免費的軟件和課程，但這背後隱藏的是更大的安全隱患。一些免費軟件會在你安裝時捆綁上各種病毒、木馬等惡意程序，竊取你的隱私信息，或者利用你的電腦資源來挖礦牟利。更有些不法分子利用免費課程來實施詐騙，比如在課程中誘導學員購買所謂的內部資料，或者交納高額的會員費，最後賬號資金被盜，人也落得個血本無歸。作家馮崙在書中講過一個故事，叫《熟人的成本》。老張開車違規被攔了，交警一看是個熟人，寒暄2句就被放過去了。老張覺得倍有面兒。第2次路過這裡，不小心拐錯彎了，還是那個交警當值，又被放了過去。2次下來，老張也覺得不好意思，就找機會請這個交警朋友吃了頓飯。飯桌上，老張隨口問道，最近弟妹忙啥呢？交警朋友一聽這話來勁了，連忙說妻子學歷不高，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工作，想去老張的公司上班。欠了人情，老張也不好拒絕，就在公司給交警妻子安排了一個閒職，每個月工資加上五險一金，差不多2000塊錢。沒想到交警妻子仗着自己是關係戶，在公司裡作威作福，整個辦公室都被搞得烏煙瘴氣。老張權衡過後決定，讓交警妻子不用再來上班，但是工資照開，每個月給1200塊錢。原本只是幾百元的罰款，現在每年要搭進去24000，還不好意思停着工資，老張好不後悔。最後馮崙在書中說，熟人成本代價巨大，遇事能用金錢解決，就別用人情。很多人認為人情是辦事的捷徑，不用花錢還省力。可成年人的世界，沒有誰會無緣無故對你好。用起來免費的東西，往往背後都藏着更高的價碼。受熟人照顧，行了方便，你就要照单全收他開出的條件；走朋友捷徑，得了便宜，你就得硬着頭皮扛下對方的要求。世上最難算的賬就是人情賬，無論怎麼還，總有一方覺得有所讓步，
另一方卻覺得有所虧欠。所以啊，很多時候拋開人情，用錢解決問題反而更加簡單。3. 僥倖得到的利益悄悄毀掉你。總之，互聯網的世界魚龍混雜，很多看似免費的東西都是設下的陷阱。不管是遊戲、軟件還是課程，我們都要提高警惕，不要輕易相信天上掉餡餅的好事。免費的背後往往藏着更大的代價，只有擦亮眼睛，才能在纷繁的網絡世界中避免上當受騙，守護好自己的錢包和隱私。還記得一個新聞，讓人感慨萬分。一位知名食品公司的高管發現公司廢舊紙箱無人在意，就利用职務之便將這些紙箱偷偷出售，獲利收入自己囊中。嘗到甜頭的他一發不可收拾，陸續私自售賣公司的廢舊紙箱，獲利幾十萬。最終他被公司開除，也被自己的貪念送進了監獄。這位高管是個90後，算得上是年少有為。他家境贫寒，但工作能力很強，深得領導信任，短短幾年就做到了高管的位置，年薪近20萬。憑借自己的工作能力，他本可以很快就帶給家人更好的生活，但他卻被利益蒙蔽了雙眼，走了捷徑，毀了人生。奇葩說中講，最誘惑你的選擇不是上帝的機會，而是惡魔的考驗。占便宜這個事，就像是裹着蜜糖的藥丸，入口是甜的，最終是苦的。心存僥倖之人，總是為自己占到的一絲利益而竊喜，卻不知在一次次的僥倖中，早就丟失了自己的人品和格局，也毀掉了自己的人生。每一種看似不需要付出的得到，都會在其他方面讓你付出慘痛的代價。4. 蠅頭小利，虛耗你的時間。美國經濟學家阿克洛夫把人生的籌碼分為时间、關係、信譽、金錢。他把金錢放在了最低位，當需要付出籌碼時，一定要優先捨棄金錢。90年代，美國大部分商場會因為禮拜天的原因關店一天。為了處理臨期食品，也為了吸引顧客，很多商場都會做停留等於$的活動，只需要周五下午在商場指定區域停留3個小時，就能免費獲得$50的臨期食品。因此，每到周五下午，商場總是人山人海。阿克洛夫对此感到诧異，因為當時美國平均時薪為$17，有這個時間能掙到100倍的錢了。但這些人卻因為一些免費的廉價贈品，不惜請假來參加活動，傻傻站上3個小時。他把這件事記錄在書中，並告誡讀者，能花錢買到的，就不要浪費你的時間和精力。如果你把自己的時間看得不值錢，它就真的不值錢。李笑来在《把时间当作朋友》中提出一個類似的觀點：凡是能用錢買來的時間就是便宜的，凡是需要用時間來交換的東西都是昂貴的。一個人利用時間的方式決定他的貧富程度，因為這一點差別裡藏着世人的眼界和格局。把時間用在廉價無意義的事情上，得到的也將是毫無價值的東西。菜根譚有言：非分之福，無故之禍，非造物之調耳，即人世之機警。大意是說，突如其來的財富，不勞而獲的幸運，不是天道的誘餌，便是人世的陷阱。命運從不偏袒誰，它自有一套公正的運行法則。付出怎樣的籌碼，就會收穫怎樣的生活。中年以後才發現，人生中最貴的東西都是免費的，別執着於外在虛幻的，守護好內心真正珍貴的。作家張岩說，很多人覺得想要獲得什麼，就必須付出昂貴的代價，但其實人生最重要的好東西幾乎都是免費的，陽光、空氣、朗朗霽月、璀璨群星、親情、智慧等等，不勝枚舉。它們至關重要，但卻無需費用。人在年輕的時候，以為所有獲得必須與金錢掛鈎，等到年齡漸長，閱歷漸深，終究明白，這世上最珍貴的東西往往都是免費的。1. 行走是最低成本的養生。世界衛生組織曾通過研究指出，世界上最好的運動是步行。每天堅持步行，既可以强身健体，又能舒緩情緒，改善睡眠。尤其人到中年，身體各項機能都在走下坡路，再缺少鍛鍊，健康遲早亮起紅燈。
百煉走為先。哲學家梁漱溟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去公園散步，到了90歲仍舊身體健朗。導演張藝謀平日裡即便再忙，依然堅持徒步5公里，這讓他精力不輸年輕人。人生最樸素的力量，莫過於行走。那些邁過的步子，都是對身體最好的撫養。不必花錢去健身房做多麼高大上的運動項目，也不必花心思研究五花八門的養生方式。每天早起慢走半小時，每天飯後走路5000步。用行走代替躺平，用散步代替久坐，舒展的是身體，放鬆的是身心。坚持行走，養成日行万步路的習慣，就是对身體最好的保健。2. 讀書是門檻最低的高貴。閱讀是我一生的修行。曾經的我，思想淺薄，眼界狹隘，是書籍打開了我通往世界的大門，引領我認識不同的人生和哲學。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。讀書讓我的內心變得更加豐盈和溫潤，讓我的人生有了更多可能。每當迷茫和困惑時，書中的智慧總能給我指引和慰藉。正如培根所說，閱讀使人充實，討論使人機智，筆記使人準確。養成閱讀的習慣，關鍵是要選對書，持之以恆。我的做法是廣泛涉獵，重點精讀。每天堅持閱讀，不求多，只求有收穫。讀書要學會對話，要及時記錄思考和心得，這樣日積月累，你會發現，書已經成為了你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而你也在潛移默化中得到了改變和啟迪。作家周嶺說，人每讀一本書，都是在進行一次名人訪談，是在和頂級的專家交流談話。讀書是用最低廉的成本獲取最高級的成長策略。書猶藥也，善讀不僅可以醫愚，更能潛移默化地影響你，讓你思想得到升華，精神得到滋養。一個人讀書太少，難免由於有限的學識和認知，沒有足夠的智慧來解決生活中的難題。只有在不斷閱讀的過程中，才能將書本裡的死知識變成自己腦子裡的活智慧，继而游刃有余地處理各種事情，解決各種問题。人一到中年，上有老下有小，生活的苦，歲月的傷，一茬接一茬。當你被生活拖入泥潭時，那些讀過的書總能給你一種內在的力量，讓你一步步把自己從迷茫困惑的谷底拉上來。讀書是門檻最低的高貴，也是一生的修行。中年以後，堅持閱讀，在書香文墨中潤澤生活，豐盈餘生。3. 獨處是性價比最好的投資。年輕的時候，總是熱衷於社交，執着於認識更多的人，出入更熱鬧的場所。越往後卻越發現，熱鬧交際後更多的是空虛，觥籌交錯後更多的是落寞。尤其到了中年，更是發覺外界的喧鬧對人只是一種消耗，讓人身心俱疲。唯有獨處，才能獲得內心的安寧與自在，才能讓自己於一個人的清歡中練就富足的內心，飽滿的靈魂。正如復旦教授陳果所說，當一個人給自己更多的時間獨處，自我的力量就開始覺醒，內心會變得越來越強大。獨處是性價比最好的投資。年輕時，我常常感到孤獨難耐，害怕一個人，但隨着閱歷漸長，我愈發喜歡獨處，並從中獲得愉悅和滋養。每個人的內心都有一片屬於自己的森林，只有在安靜的獨處中，才能傾聽到心靈深處的聲音。屬於自己的答案，往往就藏在那裡。享受獨處，要學會與自己對話，要善於覺察和反思。給自己一些空白的時間，放下手機，放空大腦，讓思緒自由生長。聽聽音樂，泡泡茶，寫寫隨筆。與自己獨處，才能真正認識自己，接納自己，成為更好的自己。正如尼采所說，與其庸庸碌碌地混於世，不如高傲地獨行。當你避開人群，靜靜地享受一個人的時光，你會發現你的生活變得簡單充實。當你遠離喧囂，學會與自己好好相處，你會發現你的內心變得平和從容。一個人越能夠獨處，越能靜下心來好好打磨沉澱自己。4. 善良是穩賺不賠的福報。不知什麼時候起，
越來越多的聲音總是提醒人們，世界冷酷，人心涼薄，太善良會吃虧，會被欺。於是很多人開始警覺性地保持冷淡，不敢輕易釋放善意，不敢隨便賦予溫暖。結果時間久了，人遠了，情淡了，膚淺了，才終究明白，這世上真正能溫暖人心的，還是那顆在骨子裡的善良。世界再無情，也不該把善良的心磨滅；人心再涼薄，也要把善意傳遞。《了凡四訓》中講，思善行善可以讓自己的命運向好的方向轉變。人生是一場因果輪迴，付出什麼就會收穫什麼。你釋放的每一份善意，溫暖他人的同時，也必將照亮自己。你付出的每一份善良，恩澤他人的同時，也定會惠及自身。修得慈悲心，福報自然來。5. 真情是最珍貴的財富。年少時不懂珍惜，傷害過自己在乎的人，冷落過在乎自己的人，也曾天真的以為人心冷了還能捂熱，感情散了還能彌補，錯失過一些珍貴的情感，才恍然驚覺，人生沒有回頭路，真心最怕被辜負。無論朋友、愛人還是親人，心傷久了，人也就變了。古龍曾在《歡樂英雄》中說，世上最難得的，既不是名聲，也不是財富，而是人與人之間的真情。有價寶易尋，真情人難覓。人生最大的幸事，莫過於有人掏心掏肺愛你；世間最好的福分，莫過於有人真心實意待你。尤其走過半生以後，身邊的人越来越少，擁有一顆真心，一份真情，真的比什麼都幸福。永遠記得，心傷了難癒合，情散了難挽回。好好善待愛你的人，加倍珍惜你愛的人，別讓人心受傷害，別讓真情付水流。6. 心態是最無價的靈藥。悲觀的人雖生有死，樂觀的人永生不老。人活一生，全靠心態。心態好，再大的煩惱也一笑而過；心態不好，再小的挫折也讓人流連痛苦。但開心的過，還是痛苦的活，決定權永遠在於你自己。當你一遇挫就消極悲觀，陷於鬱結情緒無法自拔，日子只會越過越糟心。當你遇事看開看淡，樂觀笑對，自會身輕鬆，心不累。正所謂百事從心起，一笑解千愁。養一個好心態，頂得上世間一切良藥。中年以後，上有老下有小，生活的重壓撲面而來。倘若心態不好，日子只會難上加難。人生不如意之事10之8九，但請堅信，所有苦難都是暫時的，無論多糟糕的經歷，多大的不幸，都將變成昨天的故事。後半生把心放寬，把事看淡，開開心心的過，快快樂樂的活，才是最高段位的智慧。7. 知足是最值錢的擁有。年輕的時候，總是追求足夠優渥的物質生活，常常沒有滿足的時候。仿佛世間最大的幸福，都是足夠大的房，足夠好的車，足夠多的錢才能给予的。走過半生，才漸漸發現，心若不知足，即便擁有再多，也不會感到幸福。恰如富兰克林所說，對於不知足的人，沒有一把椅子是舒服的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想要的太多，永遠不知滿足，是人性深處的惡。知足天地寬，貪得宇宙愛。一個人能否活得舒心，並不在於財富的多寡，而在於慾望的大小。貪求太多，只會活在無謂的痛苦之中。懂得知足，才能心開意解，真正離苦得樂。人到中年，千帆閱盡，心境淡薄了許多。人生的意義不再是一味追逐未曾得到的，而是保持內心的平和與滿足，珍惜感恩當下的擁有，不斷給慾望做減法，給幸福做加法。中年是人生的分水嶺，也是精神的歸鄉。經過歲月洗禮，時間沉澱，逐漸明白最清醒睿智的活法，不是執着於外在虛幻的，而是守護好內心真正珍貴的。如此才能舒心自在，安度歲月。當今社会物欲橫流，人們在金錢的追逐中迷失自我，很多人為了賺錢而不擇手段，為了物質而疲於奔命。他們以為錢能買到幸福，卻不曾想過，真正的快樂其實很簡單。
看看身邊那些拼命加班、透支健康的人，看看那些為了攀比而負債累累的人，看看那些終日愁眉不展、鬱鬱寡歡的人。他們有錢有物質，但他們快樂嗎？他們滿足嗎？過度的物欲主義讓人生失去了方向和意義，它帶來的是無盡的貪婪和空虛。反觀那些簡單知足的人，他們也許沒有大富大貴，但他們擁有最珍貴的快樂和安寧。他們懂得感恩生活的點點滴滴，他們深知人生的意義不在於得到，而在於感受。他們的幸福不需要金錢堆砌，只需要內心的滿足。其實人生的真諦不過是一個求字。問題是我們在追求什麼？是無止境的物質，還是內心的平和？是外在的榮華，還是靈魂的富足？荀子說，君子藏器於身，待時而動。我理解人生最高境界的藏器不是金錢，不是物質，而是我們的智慧和修為。唯有不斷充实自己的內在，我們才能在纷繁复雜的世界中找到不惑的方向，獲得恆久的幸福。所以與其在物欲的迷途中越走越遠，不如及時停下腳步，反觀內心，少一些對金錢的執念，多一些對生活的感恩。學會知足，我們就能守住最寶貴的快樂，擁有最踏實的富足。正如蘇軾所言，聖地不長，盛筵難再，興盡晚歸，盡是他鄉之客，人生匆匆，來日苦短。守住初心，知足常樂，方能活得清澈而明朗。在這個浮躁的時代，或許我們都應該問問自己的內心，真正想要的是什麼？願我們不為物役，不被迂腐，以淡泊明志，以寧靜致遠。在追求物質的同時，更要追求精神的富足。唯有如此，方能不負己心，不負此生。願你我能知足常樂，在簡單純粹中遇見更好的自己。關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。